大家好，我是微笑。今天我们看看歼20的故事。中国的歼20有多厉害？想弄清楚这个问题，你首先要知道美国的 F-22有多厉害，因为双方分别代表中美最高水平的飞机，性能方面也是互相对标的。90年代的时候，中国的主力战机是歼8，这款1979年列装部队的战机，最大飞行速度 2.3 马赫，最大航程2500公里，最大升限 2.05 万米，纸面数据还是相当可以的，守护了我国数十年。但1997年，美国研发出了 F-22隐形战斗机，刚问世就震惊世界。这款战机最大速度 2.25 马赫，巡航速度 1.5 马赫，最大升限 1.9 万米，最大航程3000公里。看起来好像只有航程比我国的歼8强一点，最大速度和升限还不如歼8。但这款战机采用的隐形涂料，直接导致雷达反射面积只有 0.01 平方米，比一只飞鸟还小。战斗机是典型攻高防低的军种，攻击力巨高，但本体脆如纸，一旦被敌机的空导弹锁定攻击，那就是一击必杀。F-22这种必定拥有先手权的隐形战机，简直就是在战斗机领域开了外挂。看到雷达反射面积 0.01 平方米这个数据后，中国的军迷沉默了。这怎么打？这不可能打得过啊！我们的歼8明显打不过 F-22，该怎么办？难道打不过就投降？投降是当然不可能投降的，打不过就想办法打，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自1998年开始，中国从民间到官方都在想如何用歼8去打 F-22这个问题，想出了很多办法。最出名的办法叫8换1战术，也是被网友认可为最可行的战术。简单的说，故意派我们的歼8去送死，吸引 F-22开火，而 F-22发射空导弹的一瞬间，雷达反射面积会增大，导致雷达上会短暂的出现一个闪烁点，然后被其他的歼8捕捉到，向这个方向急速前进。队友阵亡后，不准撤退，不准减速，战机速度拉满，向屏幕上短暂闪烁了一瞬间的那个点冲过去，然后反复操作，共牺牲掉8架歼8。然后其他的战机利用队友用命创造出的机会贴近 F-22进行反杀，损失很大，但这已经是当年所有纸面推演里损失最小的方案了。其他方案压根就不靠谱，或者纯粹是碰运气。因为我方优势完全集中于高空高速，所以后来我军推出了歼8 F 战机，把最大升限提升到了 2.7 万米，最大挂弹冲刺速度提升到了 2.7 马赫，试图最大化这方面的数据来抵消 F-22的隐形优势。这个办法有没有用呢？美军对此也很感兴趣，于是在2007年搞了个红旗演习，用非隐形战机 F-15和 F-16去对抗隐形战机 F-22， 结果打出的战损比为144比0，把整个世界震惊到沉默。F-15的性能是优于歼8的，如果阵亡144架 F-15都换不掉一架 F-22， 那我们所谓的8换1战术就是个笑话。美国的军演结果如此离谱，我们怎么办？能怎么办？继续训练8换1战术，内部强调剑不如人，剑法要高于人和空中拼刺刀等思想，换不掉也要去换啊，总不能不打吧？要不然你说还能怎么办呢？双方的战机差距其实没那么大，就是这个隐形功能实在是跨时代的黑科技，过于逆天。别看这东西只是个外形和涂料的问题，但全世界到目前为止能制造战机隐形涂料的只有中美俄3家，欧日韩都造不出来。所以 F-22是买不到的，美国甚至连欧日韩盟国都不卖。虽然我们也买不到，但是我们可以研发出来，甚至研发隐形涂料的速度还很快。2011年1月11日中午12点50分，中国的歼20首飞成功，我们中国从此拥有了自己的隐形战机。2022年3月，中国的歼20和美国 F-35在东海相遇，我国歼20凭借强大的隐身能力，一直摸到了 F-35身边才被对方的雷达发现，这要是实战，早就击落 F-35无数次了。根据美国官方宣布的数据，中国歼20的雷达反射面积为 0.027 平方米。中国拥有了自己的隐形战机后，我们终于有机会试验下当初歼8枪挑 F-22的8换1战术是否可行了。2018年，以列装部队的5代隐形战机开始了军事演习，在金头盔空军比武中和歼11B 进行自由空战对抗演练。为复原90年代末的历史，我军特地安排歼20的驾驶者为仅进行了100小时歼20训练的新手，而歼11B 全部为进行了上千小时驾驶训练的老手。结果在作战时间内，歼20打出了0比72的辉煌战绩。
直接屠了72架歼 11B 战机而自身毫发无损。歼11以为自己可以用命给队友换一个冲锋的机会，但实际结果是歼20想打就打，想跑就跑。理论上的8换1战术只建立在隐形战机傻呆呆地站在一个方位不停发射导弹才有可能实现，但实战中隐形战机打一枪换一个方向，你根本找不到隐形战机在哪里，队友的全速突进只能扑个空。事实证明，5代隐形战机的优势太大了，别说对3代机，对4代机，甚至是4代半战机都是一边倒的屠杀。看到歼20的恐怖战力后，我军非常满意，同时也惊出了一身冷汗。90年代末期，我们总共就300多架歼8啊，要是按这种100多架歼 11B 都换不掉1架歼20的战损比来看，当年美军派2架 F-22就能把我们300多架歼8全给扬了。幸好90年代末中国有核弹威慑，战机短暂的落后并未造成灭国之危。幸好我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迎头追上，研发出了自己的隐形战机。在歼20列装部队前，我们研究出了无数种办法来对抗美军的 F-22战机。在歼20列装部队后，我们中国对抗美军 F-22战机的办法就只剩下了一种，那就是派歼20迎敌。自主研发出隐形涂料后，我们的雷达部门拿着隐形材料，针对性自主研发出了反隐形雷达，探测隐形战机的能力大增。双方隐形涂料对隐形涂料，反隐形雷达对反隐形雷达，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公平对决。那美军有多少架 F-22？ 没多少了，因为 F-22实在是太贵了，在2011年的成本就高达1亿4千万美元一架。F-22不仅制造成本贵，使用起来还特别娇贵，因为一身武力全集中在隐形涂料上，但凡隐形涂料出了一点问题，整个飞机的战力就全废了。F-22虽然厉害，但打普通军事目标是巨亏的。2014年时，美军曾派 F-22去中东作战，虽然中东没有任何武器可以威胁到 F-22，但 F-22这东西在中东飞一圈，光恶劣空气环境的摩擦对隐形涂料造成的磨损，就让美国军方在战后花了6100万美元来维修，才让 F-22复原了战力。而被 F-22干掉的军事目标远不如这个维护费值钱。整个地球值得出动 F-22战斗的只有昂贵的4代机和5代机，打这些目标才划算。而在核武时代中拥有这种级别飞机的国家，美国要么不能打，要么不敢打。所以 F-22就是一种看似非常厉害，但对美国来说其实没什么用的吞金巨兽。因此美国在2013年关闭了 F-22的生产线，不造了，彻底停产，改为生产 F-35隐形战机。F-35采用了廉价的隐形涂料，发动机从2个减少到1个，价格非常便宜，每架只要 0.8亿美元，飞1小时的成本仅为3万多美元，而且不需要那么长的维护时间，出勤率高，适合美军在全球高频率作战的需求。但代价很大，最高速度仅 1.6 马赫，实战中不能超过 1.2 马赫，否则隐形涂层就会烧毁脱落。最大航程仅1200公里，升限 1.8 万米。从1997年首飞到2013年停产，美国一共制造了195架 F-22，如今能用的还有186架。随着美国物价飙升，如果重启生产线，官方预估的制造费用已高达2亿美元一架。中国的歼20用的也是高等级隐形涂料，所以也很贵，每小时使用费用也高达10万美元，和美国的 F-22差不多。但制造费用便宜很多，仅为1亿1千万美元，当然也还是很贵。不过一分钱一分货，歼20隐形战机强大的战力完全对得起它的价格。你觉得1亿美元一架的歼20很贵？那你有没有想过108架歼 11B 值多少钱了？真刺刀见红的时候，108架歼 11B 都换不掉一架歼20，然后你就会觉得造一架歼20才1亿美元，实在是太便宜了。光美国现存的 F-22有186架之多，所以我们不嫌歼20浪费钱，而且我们也不好占。歼20平时不需要在全球到处出战，囤着就行了，维护费不会那么离谱。美国已经不造 F-22了，而 F-35不仅战力明显比不过歼20，列装美军的数量也仅有600架，还要应对全球军事。美国的经济越差，就越舍不得重启 F-22生产线。目前，美国应对中国歼20的手段是批量下单制造新的 F-35，用数量来弥补质量。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积累的歼20会越来越多，也许未来某一天需要考虑如何用命去换歼20的，就是美国的 F-35了。
歼8和歼11B 确实不能和 F-22-8换一，再努力也没用。但 F-35只要愿意，想和歼28换一还是做得到的，就是不知道到时候美军有多少飞行员愿意主动故意送死，只为给队友换一个能和歼20贴身锁定的出手机会。适合中国飞行员的战术，未必适合美国飞行员。本期内容到这结束了，我是微笑，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见。